这是决定冠军的决赛，同时也是一场兄弟相残的残酷战斗。刃牙刚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相认，转眼就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刃牙第2季的大结局——兄弟之战。两人都挂着轻松的笑意靠近对方，然后同时挥拳，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缠斗在一起，不像是打架，更像是用肉体确定对方的存在。两人挥洒着汗水和泪水，如同雨水一样溅射在场上。没过几招，两人身上腾起滚滚的热气。刚才的比试仅仅是热身而已。双方重新摆好架势，杰克摆出猛兽扑食的姿势，瞬间钳制住刃牙的手腕，张开大嘴就要咬上去。刃牙丝毫不慌，举起胳膊对准杰克的下巴，一记肘击，他抓住了杰克张开嘴巴最脆弱的时机。紧跟着，刃牙又是几记拳打脚踢，从后将杰克绞杀。但是杰克丝毫不惧，反而背着刃牙站了起来。这个场景像极了5年前他和永次郎决斗的场面。刃牙愣神之际，杰克已经解开了刃牙的绞杀，将人扔了出去。站定的一瞬间，刃牙愣住了，因为此时的杰克泪流满面。杰克的身世要从永次郎年轻的时候说起。大概20多年前，亚细亚军事地区大国介入，想尽快平定内战的结果失利，战期拉长，战局恶化，但是大国却依旧想要推翻皇室。这个大国是哪个国？想必大家都明白。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据说有一个男人在帮助本地军消灭大国军队。他在同一天里同时毁灭了距离几十公里远的数个军队，而且还是赤手空拳，以埋伏的方式潜入部队偷袭，神出鬼没。被他锁定的部队都是全军覆没，堪称行走的核弹头。而且他还不是本地军人，就像是享受杀戮的野兽一样。准将只当这是无稽之谈，毫不在意。他们即将对号称被神秘男人潜入的027高地进行持续7天的轰炸，就算是虫子都不可能在密集的轰炸之下存活。很快，轰炸开始了，整片高地都被火海淹没。永次郎躲在地下，靠露水和地鼠活了下来。7天过后，大国军队有说有笑的在这片焦土上扫荡，被潜伏的永次郎来了个一锅端。同时，活下来的本地女军人杰恩对大国非常痛恨。这场战争不过是大国对弱者的欺压，没有丝毫的正义性可言。他用机枪愤怒地扫射着死去的士兵，随后大方地邀请永次郎和他快活快活。当时的永次郎才16岁，无视了杰恩，转身就走。不过还是年轻气盛，在被挑衅之后，差点掀开了对方的头盖骨。同时，他也看中了杰恩的勇气，两人就此开始搭档。随后，大国制定了血腥玛丽作战计划，用2万吨的炸药，连续10天对本地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。但就在这种地狱之中，永次郎活了过来，并杀死了得意的巡街准将，伪装成他的样子潜入总部。他赤手空拳地干掉总部所有守卫，却不慎被包围。就在军队打算用炮轰总部炸死永次郎的时候，吉恩背着大量的炸药出现了。他打开了总部撤离的密道，和永次郎逃离。高爆炸药在大国部队的轰炸之下炸平了整座总部。同时，地道里的永次郎认出了吉恩的真实身份，是联合国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。密道的出口是严阵以待的军队大炮。永次郎的实力实在太过可怕，没几年就会成长成匹敌一个国家的恐怖存在，这是大国不会允许的。最终，永次郎并没有杀了杰恩，他干翻了埋伏的军队后扬长而去。不久之后，怀孕的杰恩生下了杰克，而他再也没有见过永次郎。时间回到格斗场上，杰克一拳将刃牙捶得满地滚，随后又是一招激烈的勾拳，刃牙在空中翻转站稳，摆出了相同的姿势。现在对方心里所想的都是自己母亲，不过一个心怀怨恨，一个心怀感激。刃牙抓住时机向上跳跃，踢出一脚，紧跟着一招致命头锤把杰克锤到地上。刃牙抡起大哥就往栏杆上撞，目的是把牙磕碎。没想到杰克居然死死咬出围栏刹车，恐怖的咬合力将围栏都咬下了一块。紧接着，杰克张大嘴不断地扑咬着刃牙，刃牙只能勉强躲避。杰克一脚踢出，刃牙下意识伸手一挡，正好中了杰克的计。杰克啊呜张开血盆大口，把刃牙的手臂动脉咬开了，刃牙的整条胳膊血流不止。如果不能在3分钟内结束战斗，那么他就会先因失血过多倒下。刃牙用绷带缠好了伤口，摆出架势，别想让他认输。两人同时挥拳冲向对方，杰克耐力强，率先2次挥拳，这一拳的威力堪称恐怖，直接将刃牙打得旋转跳跃，倒地不起。正当杰克走过去给他最后一击之时，烧姜突然冒出来大喊够了，成为第1强又能怎样？为什么要以此为借口去伤害别人？众人都沉默了，但是刃牙根本没有
想过停止。就在杰克一拳挥来之时，刃牙借力一跃而起，猛地窜上杰克肩头，就是一招烈的绝招转莲花。但是杰克凭借恐怖的肌肉力量硬是撑住了，随后将刃牙甩飞撂倒。就在杰克的铁嘴再次无情落下之时，刃牙突然伸手扯断了杰克的左眼神经，他居然连阿生的断绳技都学会了。不仅如此，站在杰克的视野盲区，刃牙手全身猛地发力，音速拳如同暴雨一样打在杰克的身上，紧接着是朱硕的关节技折断杰克手腕。刃牙将所有高手的技能都融会贯通，但他的时间也只剩下100秒了。突然，杰克仰天发出一声哀嚎，浑身青筋暴起，变得通红。医生劝德川结束战斗无果，想要去阻拦，反被德川拿刀威胁，还一脸懵逼的刃牙一个不留神就被杰克一个大耳刮子扇飞了。别看他人都这样了，架还是照样打，一脚又把刃牙踹得倒地不起。刃牙这下真的没力气爬起来了，但是眼看胜券在握，杰克整个人突然疯狂地扭动起来，然后跪在地上吐出了大股绿色的液体，他的肌肉逐渐萎缩，药物的副作用显现出来了。但就在红叶上场想把他扶走治疗的时候，杰克猛地一甩手，红叶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摔进了观众席。杰克的身体没有就此崩溃，而是和药物结合产生了异变，全身上下都充满了高密度的肌肉。杰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猛地冲向刃牙，紧接着就是根本无法反抗的超高速进攻。刃牙无力还击，只能被摁在地上猛捶。突然，杰克停止了动作，因为刃牙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气势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瞬息之间，刃牙反手撂倒杰克，将人锁在胸前。现在是力量的比拼，看的就是谁能撑得够久。两人都用尽了自己的全力，为了最后的30秒拼上一切。刃牙大喊一声，猛地发力将杰克举了起来。在所有人大惊失色的眼神中，他的背上出现了一张魔鬼的脸。杰克咬碎了一口牙，都没能挣脱刃牙的束缚。这场决战最后还是刃牙赢了，但此时的刃牙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，连金牌腰带都接不住了。还是杰克站起来给刃牙重新包扎了伤口，帮着他举起了冠军腰牌。这一战他输得心服口服，这场旷世瞩目的地下格斗赛落下帷幕。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杰克默默离场，来到地下车库找到了永次郎。即使他不是冠军，但是依旧要和永次郎来一个了结。当然，最终的结果是惨败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刃牙回到空无一人的场上，却依旧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。怀揣决斗之心，他终将走向更远的地方。比赛结束，选手们陆续离开，杰克被送往医院治疗。看着躺在床上的永次郎的牺牲者，史崔丹尚未长叹一声，一些往事涌上心头。事情还要说回永次郎认识杰恩的那场战争。由于永次郎的恐怖，大国不得已从本地撤军，居然被一个少年打败，这让以世界最强大国家自居的大国无法接受。为了国家的自由意志，大国派出特种部队围剿正在南美和毒品组织对决的永次郎。但不管是绿扁帽三角洲，还是海豹特种部队，枪林弹雨还是陷阱炸药，都没能伤到永次郎分毫。当时的史崔丹已经和永次郎交过手了，如果不是穿着防弹衣，他早就命丧枪林弹雨中了。他比任何人都要早地看透了永次郎。其实永次郎本身无意和美国为敌，他只是单纯的在享受战斗的快感而已，就像是在品尝美食一样。特种部队全灭后，总统想出了以毒攻毒的法子，他派人到了亚利桑那州监狱，找到了关不住的男人奥利巴。永次郎夜袭毒品大本营，却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，以极其暴力的手段杀死了所有人。这是奥利巴和永次郎的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永次郎却并没有和他交手的打算。美味的东西当然要留到最后吃。最后，美国驻扎的庞大军队被永次郎全灭，甚至一路来到了白宫。对于这个恐怖的选手， CIA 给总统提出意见，按照国家最高礼仪接待他。果然，对于不抵抗的人，永次郎不会发起攻击。大国的军队在这一天被一个男人彻底毁灭。那一年的永次郎18岁。刃牙第2季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番剧解说，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